能会传染给人的狗猫疾病。因为有时候帮动物做预防治疗啊，其实不是只有为了动物的健康，也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因为这集我要来讲的就是台湾常见的人畜共同疾病，然后有可能是透过蜱虱、蛔虫、饮用水不干净，甚至是接触感染。那详细内容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不过我要讲的就是我现在讲的是台湾常见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不常见的，不是说不常见，就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人畜共同的疾病，但是我们有机会再说。然后也不是代表说我今天没有讲到就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台湾里面，这不是这样子说的哦，所以就是请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这样。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的霉菌，因为你如果养过动物，然后它有霉菌困扰的话，你一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根治的疾病。你有可能会因为香港脚，因为你的香港脚有霉菌，就传染给动物，然后也有可能是动物身上的霉菌，在你抵抗力低下的时候传染给你哦。所以随时注意家里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要记得家里要使用抗霉菌的清洁用品清洗。那你如果被传染的话，也不用太过担心，你就看个皮肤科的医生，很快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子。只是说动物比较难解决，是因为它们身上有毛，然后加上台湾的天气就是比较潮湿，所以它们很难康复。然后动物有霉菌的话，还要注意它的饮食啊，是不是它的有异位性皮肤炎呐，甚至是你要把它剃毛，然后要洗药浴这样。然后药浴很麻烦，药浴就是大概2天就要洗一次，这个要跟你的那个兽医师讨论怎么样才是最适合的方式这样子。所以要注意一下宝贝漂亮的皮肤，因为他们皮肤如果不好的话，长出来的毛就会不漂亮，然后甚至他们会皮肤就会很痒这样子，就会丑丑的。再第二个是肠道的寄生虫，我这边讲的是3种寄生虫，但是肠道有很多的寄生虫，也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今天就是先举例这3种这样子，一个是蛔虫，一个是钩虫，还有绦虫。然后这3种都是经由水啊，就是口啊再传染的这样子。所以你吃东西之前为什么要洗手？就是为了避免吃到沾染寄生虫的东西，就是有可能是寄生虫的卵啊，都很可能会，因为你乱摸就是吃到，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就会在地上乱爬，然后爬一爬又喜欢把手放到嘴巴里面，所以小朋友就很容易会感染到这些疾病这样子。那你如果不幸被传染到的话，就是动物们啊，如果是动物们的话，就是可能会下痢呕吐，但是人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幼虫它会移行跑到脑，引发神经的症状；成虫是跑到肠道，也会下痢呕吐。那如果是钩虫感染的话，还会下血痢，造成贫血。我家以前就有养过一只幼犬，就是钩虫感染，然后它就会就是拉那种喷射状的屎。红色的血粒这样子，非常的惊悚，很可怕。然后那个味道也是，很血腥，又有粪便，就是很可怕的味道这样子。然后你如果不赶快带去看医生的话，它就是会贫血，会死掉这样子，还脱水啊什么的。那绦虫感染的话，你就是会造成肠胃炎。绦虫的话，我觉得它长得蛮酷的，因为绦虫的绦很像那个1条2条的条，但它不是条，它是绦。就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那个字典，绦跟条是不一样的。那它其实长得是一片一片的，就绦虫长得真的蛮特别的。然后，好，第3个我讲第3种，就是如果你常让动物喝生水，或是你自己喝生水的话，你就要注意咯。梨形鞭毛虫会让感染者下痢，然后你如果又很常吃生菜、吃生肉，要注意弓虫，因为健康的人，染到弓虫是不用太担心，就是我们自己人体有抵抗力啊，我们自己会把它处理掉，会代谢掉。但如果你是身体比较虚弱，例如说是免疫力低下，或是艾滋病患者、化疗患者，或是你有在吃一些抗免疫抑制力的那种药物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你可能就会感染这样子。然后我要讲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弓虫很可怕的是，如果是孕妇感染到弓虫，你可能会导致畸胎或是流产，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你当一个孕妇，你就是要好好的洗手。当然也不是只有孕妇，就是每个人你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除了细菌啊，还有这些寄生虫也是非常可怕的。我记得我姐姐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她完全不吃生冷的东西，就是生菜。我们去餐厅要点什么生菜沙拉，她都不会吃，然后有前菜她也都不会吃，就她非常注意她的饮食，因为她就是很害怕她会感染到公虫，然后对小朋友不健康这样子。再来第4种是猫抓热，这是由跳蚤传播的疾病，然后常见的感染源途径就是猫咪被有那个，就是它被有那个病原体的跳蚤感染之后，然后它再抓伤或是咬伤人类，造成人类感染。我的手，你看我的手。超级无敌可怕，因为就是这只猫，就是 Weasel， 它躺在我旁边，就是它罪魁祸首，就是它。他上次就咬我的手，因为我跟他吵架，反正他就偷跑出去，然后我就为了要惩罚他，我就打他，然后他就也咬我，很生气这样，反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打斗，然后他就把我的手弄成超级无敌的可怕。我会不会得猫抓热？因为你知道猫抓热就是猫咪通常它不会发病，就是猫咪就是很坏哦，它自己有猫抓热带这个病原体，但它自己不会发病，然后它就把这个病传染给人类这样，然后人类就是会淋巴结肿大啊、发烧、肌肉酸痛，尤其是就是一样是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人、老人啊、小孩的症状可能会更明显，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帮动物除蚤，因为它是经由跳蚤来传播的。再来第5种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他也曾经感染过莱姆病。大家会不会以为是我曾经很喜欢，不是说我很喜欢的歌手，我很喜欢的病原体，不是，是我很喜欢的歌手，他曾经艾薇儿也曾经感染过莱姆病。莱姆病就是由蜱虱叮咬造成的，它也是会发烧、淋巴结肿大，然后皮肤会出现红斑这样子。那台湾现在也有狗狗的莱姆病疫苗，或是你每个月定期点滴剂就可以防止这些虫。当然，就是蜱虱，你不是只有家里面的动物会有蜱虱，你出去野外也会有超多蜱虱。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什么野外的活动啊，你要去远足，你要去爬山啊，记得你要注意防虫哦，要记得那个自己要那个保障你的安全这样。在最后一种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狂犬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狂犬病，而且我之前好像有讲过狂犬病的 podcast， 就是之前的集数有讲过狂犬病，就是台湾经历了几十年，好像是差不多50年吧，我记得有点忘记了，50年左右都没有狂犬病的踪迹，结果近几年又开始发现，开始现踪了，所以这件事情又被大家记起来，被大家提起，所以你们要特别留意哦。狂犬病主要就是有咬伤，然后经由唾液的传染，病原体会往脑处引发脑脊髓炎，甚至是死亡，非常可怕。然后台湾的政府明令规定，饲主每年都要帮爱犬施打狂犬病疫苗，一定要记得施打，保护动物，然后也保护自己。然后像是狂犬病疫苗，我记得因为我老家是南投，然后南投是疫区。在南投打狂犬病疫苗是政府会补助，是不用钱的，所以我记得好像台湾还有一些地区有山区的地方也都是那个狂犬病的疫区，然后你就可以去施打狂犬病是不用钱，但其实狂犬病你就算自费也才几百块，大概200-300块的吧，我记得很少这样子，所以就是不要为了这点小钱然后失去你的健康，因为狂犬病它真的是发病的时间非常的快，然后100%会死亡，所以不要闹了，好不好？大家就不要闹，就是好好的去打针，这样每年都要去打针，然后打完之后，他就会送你一个那个狗牌，就上面会写100几年，然后现在是110年，它上面就会写110年这样。我家的狗今年还没去打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我很久没有回南投，所以它就没有打针了啦。好了，介绍完台湾目前常见的人畜共同疾病，但是要记得我刚刚讲的，我没有讲到的不代表台湾就没有哦，所以你们还是要特别留意。我讲的就是特别比较重要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其实，台湾这些人畜共同疾病，你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如果每年都有帮你家的动物打预防针啊，每个月都有定期的驱虫的话，
动物就会是健康的。那动物健康，你也会健康，好吗？啊，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什么生水啊、生食啊、生菜、生肉这些都不要吃，就是还是要吃煮熟的。这句话应该从小就有听过吧？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在那边吃一些生的东西，然后不要喝生水啊，就是才能保护你我。就是这句话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只是就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病，可是你不知道有什么疾病，对不对？来，就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珍惜生命。珍惜生命有没有那么严重啊？好啦，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